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。在我身心障碍鉴定2阶的门诊中，对于第一次申请身心障碍证明的朋友，我通常会花一点时间了解他们为什么要申请，希望这张卡片对他们有什么帮助。家人或病人为什么要办身心障碍证明呢？通常有这些答案。要申请生活补助，要申请辅具，要申请机构安置，不知道为什么要申请医生就说可以申请，就来申请，什么答案都有。今天我要来跟大家谈谈有关于机构安置申请的问题。喜欢请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分享给有需要的朋友。我们就开始吧。我们今天谈的安置不包含儿童和少年的安置，也不包含长照的喘息服务。很多人都知道要住机构一定要有这张卡，身心障碍证明。没错，身心障碍者住机构确实要有身心障碍证明，但是有很多人不知道，还有其他的安置也可以申请，而且可能还比身心障碍证明申请公费安置还来得容易。例如老人的公费安置，长辈年满65岁，若是有达到失能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，或者是领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贴的人，且具备有中重度的失能者，这个部分要看各个县市的标准，皆可以申请公费安置的补助。但是很少人知道这样也可以申请。同样是入住机构，同样的机构，同样的人，可能因为你申请的项目不一样，补助就不一样哦。补助的费用也是不同的。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案例，有一个单纯中风的男士，64岁，中风后因为偏瘫造成右上半身跟下半身肌肉无力，他领有身心障碍证明第7类的中度与低收入户的资格。这位男士没有住机构的时候，他每个月有身心障碍生活补助8836元每个月。如果他申请了机构安置，生活补助就会取消，改为安置费用会由县政府直接拨入机构。那这个费用呢，大概是10500元每个月。如果病人他满65岁，申请老人的公费安置，他的补助会是多少呢？大家可以猜猜看。老人的公费安置补助，在我所在的县市，每个月可能补到22000到27000元每个月。所以老人公费安置补助比身心障碍的补助还多。请大家注意一件事情，不同县市政府补助上略有不同，补助的给法也不太一样，请务必要注意这一点。不要拿 A 县市的资讯以为 B 县市跟 A 县市政府补的是一样。当家人有入住机构的考量，请务必多方考虑，与公所的承办人多多询问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。
医务社工师无法帮助病人处理入住机构的申请，医务社工师只能在保护事件发生的时候，请县市政府社工介入紧急安置。医务社工没有公权力，医务社工只是能提供咨询，选择权永远在于病人跟病人的家属身上。我是医务社工师安德鲁，有我一切都安乐。我们下一次。